有缘人，若您刷到这条影片时，请勿错过，此乃天意之赐，您的财运将如约而至，意外之喜接踵而至，请满怀信心，亲自迎接这份富贵。订阅点赞，给这份福泽一个回应，让财富与健康更加稳固长久。有福之人评论一句接财接好运，为家人和孩子接下这份好运，愿你阖家欢乐，事业顺利，疾病与霉运永远远离你们的生活。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生肖猴注意了，5月下旬恐遇命中大劫，或成一生最大灾祸。财运、健康双重受损，务必提前防范化解。属猴的朋友，这段时间是不是总有点心神不定？有时候夜里睡不安稳，白天事情也变得琐碎烦乱，原本该顺的工作突然卡壳，人际关系也莫名其妙的产生摩擦。这不是巧合，而是你命中运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5月中下旬之后，那股潜伏的暗流可能会突然翻腾，给你带来一次不小的冲击。如果我们从命理上来看，这次大劫不容小觑，甚至可能成为你人生路上一次重要的结束。如果忽视，可能将面临财运失控、健康突变的双重风险。因此，本期视频就是要帮你从根源看清问题，把握局势，提前做足准备，安然度过这段动荡期。2025年是乙巳年，乙属阴木，巳属阳火，而属猴的地支为申，五行属金，巳火与申金之间是形与泄的关系，彼此之间气场并不协调。再结合天干乙木克申金的局势，你会发现今年本身对属猴人而言就已经不是一个轻松的年份，而5月更是火气最旺的4月。地支与年支形成4-4字形，又与申形成4申相刑，金受火克，刑又自刑。这就意味着这个阶段你会陷入一种自我矛盾、外在冲突交织的状态。运势走势上不但没有顺势而起，反而可能在某个节点突然翻车。我们先说说财运这一块，属猴人天性聪明，点子多，平时赚钱有一套，不管是打工族还是创业者，往往都有点靠脑子挣钱的思维，属于人群中比较能看准风口的人。但偏偏在5月下旬这个阶段，你再聪明，也容易被自己的判断误导。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看上去是机会，其实是陷阱，以为是捷径，实际上是断路。这主要是因为财星被火刑克之故，偏财透出淡藏煞。很多属猴人在这段时间会突然萌生某种投资冲动，比如看到别人赚了钱，自己按捺不住要跟进一把，又或者听了个熟人推荐，觉得这是个发财的机会。但这类偏财都带有极强的波动性，赚钱靠运气，亏钱靠稳定，你一旦踩空，可能就是一次重创。而更危险的是，今年的偏财位对属猴人来说并不稳定，带有片中藏损的特质。简单来说，就是你以为你在赚便宜，其实你正在走进一个圈套。特别是在5月下旬这个高风险时段，最容易遇上人设崩塌式的信任危机，比如朋友借钱后失联，合作伙伴临时翻脸，自己做担保却被连累破财。种种情况都不是没有预兆的，只是你之前太相信人情世故，忽略了命理之中行的迹象。如果你是做买卖的，这时候尤其要注意货物压仓、客户赖账、供应链失衡的问题。如果你是上班族，也有可能因为看错了一个升职机会，结果反而被人当作替罪羊。总之，这段时间凡事得多留个心眼，宁可晚一步做决策，也不要被一时冲动误入歧途。讲到这里，不得不说说你的健康问题。火金相刑之年，对属猴人的身体健康也是极具挑战的一年。火主血，主心神，金主肺，主筋骨，在五行互克之下，最容易引发的就是心脑血管、呼吸系统、
皮肤炎症以及慢性疲劳问题。很多人这时候会觉得自己整天头晕脑胀、嗜睡乏力、胸闷气短，或是突然旧疾复发，看似是身体出了点小毛病，但其实从命理的角度来说，这是火气上冲、精气被耗的典型表现。那么，问题既然已经浮现，我们该怎么应对？第一步就是要认清势头，千万不要硬刚命运。5月下旬这波节气是有其命理背景的，它不是偶然，它是巳火当令、乙木克金、刑伤并重这些天象组合所带来的结果。既然如此，那最稳妥的做法就是顺势而为，避实就虚。这段时间，凡事以守为主，不宜大动。投资方面不要做超过能力范围的尝试，合作上能稳则稳，能拖则拖。情绪管理上更要学会闭嘴不争。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说的是道理，但对方听的却是挑衅，这种时候最容易生误会。接下来是调理五行。属猴人今年金气被火克，最需要的是润金止火，疏导气机。从穿衣到居家布置，再到日常饮食，你都可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比如多穿白色、银色、浅灰色这些属金的颜色，少穿红色、橙色、紫色这类火色。家里可以摆放一些属水的物件来泻火，比如放个小型流水摆件，水晶球或水培绿植在西南方位。佩戴方面可以选择白水晶、月光石或海蓝宝石，有助于安神稳气、平衡五行。饮食方面则建议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比如银耳、梨、莲子、百合等，减少油炸辛辣类，避免助火伤津。还有一点必须提到，就是戒外力化煞。命理中有句话叫贵人一线，10年好运。在运势低迷的时候，适当的求助于命理师、风水师、心理咨询师，甚至是长辈、老师，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属猴人面子比较重，很多时候不愿意轻易求助，但在这种刑冲煞年里，适时听一听有经验的人的劝告，往往能少走很多弯路。另外，有条件的话，可以在5月下旬之前安排一场旅行，尤其是去一些水气足、山环水绕的地方，比如湖泊、海边或高山溪谷。这种环境对五行金有极强的滋养作用，不仅能净化心神，也能提升气场，削弱大劫带来的影响。最后提醒一句，千万不要以为劫数只是玄学说法，它其实是一种命理与环境、内心与外界的交汇点。当天时不利、人事纷乱、内心焦躁同时发生时，就是你必须警惕的节点。如果你能提前认知，谨慎应对，调整身心，那它就只是一段不太顺利的时间。但如果你执意冲动，漠视警示，那它就可能成为一场难以挽回的灾难。属猴的朋友，请你把5月下旬当成是今年命运的一个分水岭，前面走得再顺，也不能大意。现在遇到些小阻碍，也不必惊慌。命运的洪流，有时候就是靠一念之间就能改写。你稳住了，就是化劫为权；你冲动了，就可能劫后无功。谨记，天命虽不可改，但人为可以趋吉避凶。愿你在风暴来临之前就能撑好风帆，以静制动，逢凶化吉，安然走过这场命运的深水区。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加订阅频道。在接下来的视频将继续揭示几千年生肖文化密码背后所孕育的那些命运和神秘信息。愿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每一步都稳健而有力，确保前行的每一步都坚实可靠。